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是周末的第2期视频。我呢，在周末积累了或者是收集了非常多的数据和历史上的回测与对比，包括宏观的、微观的，还有很多技术分析的。我特别想给大家从多空2个方面进行一个非常仔细的分析。我相信今天这期视频流量一定会非常低，但是它会对于我们比如有经验的或者是成熟的投资者来说，应该是非常有效或者是非常有用的这么一期的分析。因为通过这些分析，我认为对未来走势的这种逻辑和未来我们到底如何去应对，对于我来说，我认为已经非常的清晰。那么如果您想了解一下具体是什么样的数据，是怎么得出的这些结论请您跟我进入今天的视频。在进入之前，不要忘记我们付费内容免费点赞，开始吧。首先呢，我们先从底层数据或者说简单数据开始。那么这个数据就是来自于左边2套图，希望大家都非常了解了。那么这就是这个月和这个季度的整个市场的表现。其实呢，我不用说，大家也可以看到，基本上你在这里画一条线，那么我们可以说市场上表现最强劲的就是科技、半导体，对吧？那除此之外，你就很难再看到，甚至都是零零散散的这些。那么整个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季度的，整个1月这个季度就是这些大的科技公司。我们看特斯拉70%将近，英伟达90%将近，苹果也将近26%。那么这样的话 Meta 74%，大家想想这样的一个涨幅，一个季度一个大的科技巨头涨60%-70%的这样的一个变化，那么对于整个市场来说，它就是一个非常强劲的由科技股主导的这样的一个走势。我们其实也看得非常清楚那么市场上就是在买大科技。那后面我会跟大家解释市场大的资金去买大科技的一个逻辑。那这个逻辑无非是从风险和收益的角度来评定的。那我们看到一个短期的数据，我们说这周的这个 NAAI， 比如说这个 exposure 就是基金经理人指数，它现在是来到了一个中性高点差不多100几，然后低点差不多20-30，那么100几20-30呢加在一起呢，平均差不多就是多少呢？就是一个我们平均看就是60附近，它就是60多，它是个中性。那么我们看到了散户的情绪，很多人把这个称之为机构，怎么是机构呢？它就是散户的一个情绪指标。那么散户情绪指标在3月中来到了历史几乎一个低点或者最低，那么大量的人看空，而看多的人是非常非常少的。那么现在的话，我们知道市场上在3月29号的数据是少量的一个回复，或者是少量的一个恢复，但是周五的这个涨幅，我相信出来了以后，下周再涨几天，那么这个数字就会有非常非常巨大的一个变化。那么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短期的一个表象数据。好，那我们再看看资金上的一个表现，我收集了几个非常重要的数据，从牛熊两边。那么第一呢，我们说 CTA 数据仍然有大量的买盘完成，相信呢在上周的一个更新，或者说上视频的更新，我给大家讲到了，如果横盘有30多个 billion， 那么其中20个 billion 是 CTA 这个策略的买盘。有人说 CTA 怎么分析它有什么意义吗？那么 CTA 分析它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它之前表现非常不错。我们虽然说我们说机构投资者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理性的，但是他们由于多了之后，从某种程度上我们知道其实它的表现跟我们散户投资者是没有什么太大差别的。所以他们的这个表现呢，就是也是哪个策略好就蜂拥而至去追这个策略。所以 CTA 策略它就会有大量的资金，那么动不动就几十个 billion 的这个对市场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所以他们的买盘非常非常的多，所以这个买盘非常多的情况下，他们至少在4月初，他们这些买盘可能还没有买完。那后续呢还会给大家继续的一个更新，我没法为大家每次视频去更新最实时的，是因为什么呢？它的这个1天2天都有更新，而且不同的机构它的更新的这个频率和它的数字都不太一样，因为也是一个估算也是个估算。所以如果你真的是说要看实时的，您只能来我们 Discord 看了。
好，那第二点的话，我们是这样，就 money market， 也就是市场的这个 money market 的资金继续的疯狂的攀升，来到了 7.6 个 trillion， 这可不是小钱啊！这个你想想 7.6 个 trillion， 这个钱数是达到了非常大的一个数值。然后市场上的 sentiment 偏重恐惧，大家注意，这个 sentiment 跟我们 AI 的 sentiment 是不一样的。这个 sentiment 是来自于机构投资者对于他们仓位和他们整个这个仓位的一个布局来进行一个计算的。那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机构投资者他们的 sentiment 是取决于什么呢？他们的仓位有多少hedge啊，他们仓位有多少做空啊，把他们这些对冲基金啊、互惠基金啊，或者多少现金啊，给他们收集起来之后的一个计算，他们整体上也是偏恐惧的。我们在上场的视频跟大家说过，市场上就像非常稀薄的空气一样，它现在是大家都全副武装，所以一旦出现单边的情况，一定会有大幅的一个波动。一定是大幅的这个波动。还有一点，我们在之前的第3个视频中分享过上视频中分享了，这个散户都在飞狂的压住做空，只不过它的力度没有之前那个低点大。散户压住做空，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散户的做空，那意味着就是市场那就要涨嘛。所以说我们看到了是场外资金非常多，一旦有流入的话，市场会大幅的增长。那么我们又看到了一些 CTA 资金，我们看到散户的，还有最后我们说节气上，4月份在美股的节气上一般往往是比较偏多的那么只有很多的因素。好，那么从熊的这角度来出发，我们可以看到股票回购的窗口关闭，回购规模是历史最大，但是买入量很少。现在我们到财报季，大约是4月中和4月中下旬之间，是几乎所有公司都没法去买了。所有公司都没法去买的话，那市场上最重要的推力股票回购，它的量级最大的时候能达到了将近5到6 billion 一天这样的一个这个非常大的量，它在市场中是没有这样支撑和购买力的。所以后面的话，我们意味着多头最重要的力量在后面的整个2-3个礼拜是非常空虚的。那么开启的时间大概是中下旬那么还有一点我们可以看到，我之后会给大家分享一个数据，就是国债的预期波动，也是国债的 VIX 国债的恐慌指数 MOVE 和 VIX 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剪刀差，也就是国债的预期波动会非常的大。那么大家可以去复盘一下，当国债的预期波动远远大于股市的预期波动的时候，往往市场上会带来的是惊天之巨变非常可怕的巨变。那么这就意味着，当国债具体崩，或者是出现涨或者跌也好，对股市那是非常大的一个影响。我们如果把美元、美债和美股分为3个当做爷爷、爸爸和儿子的话，美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咱们说爷爷辈的，那它是当家的，没有美元的稳定，就何谈美债和美股。所以说最容易牺牲的是当然是美股了，之后是美债，最后是美元。所以说如果你是决策者的话，美元是你必须要支撑的一个第一头等大事，之后是美债，然后是美股。还有呢，同样的我们说 money market 的资金攀升到 7.6 个 trillion， 大家不是说我这不是一个工作失误把它们又打了一遍，而是大家注意场外的资金不断的增加，资金到 money market 里面，说明在对股市继续的抽血。如果你去看一些数据，也看到了市场上，尤其是 equity 市场，我们的这些股市市场是大幅的流出，恰恰大涨。你说大涨怎么会流出呢？大涨的时候是卖出的量大，你价格往上推动可以靠很多被动的资金，比如说就是推这个价格，但是你可以是一个镂空的或者说空寂型的推动比如说很多朋友可能不能理解这个，就是价格是否代表一切，有的时候不太能，是因为里面还有包括量能是没有算到里面的。比如说我在底部买了10万手的一个换手，那么我在顶部卖了1手，那么可能价格就锁在顶部了，那你能认为这是一定是一个流入吗？这个不一定。所以说我们要看它的一个交易的量或者是交易的区间。那所以我们看到了市场上波动也好，市场上现在 money market 的这个资金的流入是非常巨大的，所以呢这一点也可以当做熊来看。那么从牛眼来说，那当然这个位置上你可以看到它场外资金非常多，随时进去之后就给打爆了。那么也从熊的角度来说，我们也看到大量资金疯狂流入现金市场，那么这对整个市场是一个严重的抽血作用。
那么从熊的角度来说，我们也看到，像昨天分享的散户极度 FOMO， 也就是当周五的这个涨势一出来，现在还好，下周我们再来它几天啊，尤其是什么？尤其是下周给你跌一两天，跌完之后再买上去，那么彻底的看空的这些机构或看空的散户的心态就彻底崩掉。然后呢，我们就是涨，这个时候所有人都会给你喊美股长牛 buy the dip。那么这个时候的心态你就是看空的和空手的忍不住了，就得上去。这个时候上去了以后你这时候如果要是跌，那就是非常厉害的一波。那这个跌下来了以后，其实呢，我从流量的角度来说，也找到了流量密码，那就大骂华尔街是这些机构无耻大骂鲍威尔渣男，或者如果中美出现问题，就是大骂虽然不说了。对吧？所以就是你就大骂就完了，就是宣泄你的情绪即可。但是我们作为成熟投资者来说，你大骂什么，你账户上的钱也回不来。所以这是我们对于牛熊资金上的这么一个表现。那么我们既有牛有熊的两头的这么一个数据，那么你到底相信什么呢？我们还要再去往下看。好，那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大家注意，我在这个 Twitter 上叫华尔街耶稣吧，他其实公布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信息，大家可以在美联储的网站上看到这个数据。美联储的网站上看了一个数据是什么呢？就是说 deposit 就是我们存款在25个大银行中 fall to 10.65个 trillion。那么呢，之前是从 10.74个 trillion 一下降了 0.11个 trillion。0.11个 trillion 这好像不是什么小数吧？对吧？所以你看到就是 deposit 整体上降了 0.1个 trillion。那么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如果你存钱在这些大银行的话，你知道大银行给我们的这个 saving account 或者说我们那些 CD 的利息多低吗？那么这些利息超级低的存款本来是大银行他们躺着营收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之一。因为现在高利息的环境下，他手上有大量的存款，然后又有特别低的利息，这个时候他们去借贷去干什么事情，或者说不借贷什么都可以，小 business 也好然后呢我们去借贷做一些金融产品理财都可以，他们都可以获得巨大的一个咱们说的利差。那么举个例子，假设你是经营一个信用卡公司，那这个时候你想知道的是，如果你的资金成本非常的大，那么资金成本将成为你的这个叫 profit margin 就利润率的一个致命杀手。那么如果你的利润率非常的大，或者是非常的小，对吧？你就是这个利息越高，你的利润率越小嘛。然后呢，你其实就是一个资金成本或者说你的收益，比如说 APR 18%，那这 18% 减去你的资金成本，比如现在 TB 有 5%， 那原来你的有 saving account 特别多的话，有很多人存款的话，你可能有 1%， 那你这就差 4% 了。那中间还有什么？我们运营成本市场营销还有包括很重要的就是 charge off 和 delinquent， 就是你最后没法付这个钱赖账的这个率。赖账率一旦上去之后，你想想这一减下去，赖账率增加，大家注意，银行这里是大幅的赖账率是增加的，但还没有到风险非常大的情况，你又需要增加存款准备金，这个时候市场上的银行的这个存款再抽走到 money markets 里面，那对银行的压力是可想而知。所以我觉得大家想的是，如果你觉得银行股现在非常便宜，没有任何问题，但前提是你要考虑到它的核心业务或者说它的商业模式在现在是受到了非常巨大的一个挑战，现在是不断的被出血的这么一个过程，你指望它快速的就买回来涨回来的可能性有多少？还有一点大家要知道，如果万一再出更大的事情的时候，谁来扛这个雷？所以我觉得想跟大家讲的是说，这就又回到银行抄底的这个过程中了。没有三把深沙不敢造反西岐，没这个金刚钻不揽这个瓷器活，其实就是这意思。如果您真的想做，那就得有这个金刚钻再去揽这个瓷器活。所以我们看到了另外的一个就跟它对应的就是圣路易斯联储的它的银行相关的一个压力来到了一个非常大的这么一个水平，其实是在增加的，银行方面的增加风险是在增加的。所以金融系统的风险在增加，它就急需美联储给它以更多的流动性。那么在市场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是我们说市场 equity 市场大幅的流出之后，
那流向债券了吗？这也没有，而是什么？很多人在投资，除了 money market 投资新兴市场。那么这就是很多聪明钱或者说很多资金的选择，投向新兴市场。那么我们再可以看看新兴市场为什么不一样呢？因为新兴市场啊，比如说咱举个例子，中国吧，中国现在是存在通胀吗？现在中国在放水，因为中国现在出现的是经济的衰退，从衰退到复苏这个阶段。对，衰退到复苏这个阶段的话，它需要的是大量的一个刺激，而这个时候呢是失业率高，所以你这个时候正好跟美国是正好处在非常不同的周期。而且如果美国进入衰退的话，美元受到很大的影响的话，那么人民币和美元的汇率一旦发生变化，你的新兴市场其实叫双重加成，美元下跌你可以赚，然后呢新兴市场的股票在涨你也可以赚。所以这就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很多钱进入了一个新兴市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非常偏熊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潜在有非常大的一个危机。好，那我们再看到就是美元和美债的这么一个比重，这是在网上我找到了一个from top down charts， 我也订阅了它的服务，还是挺不错的，他们都是在各个网上找。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大家看，就是 monetary condition indicators。这指的什么呢？就是货币政策在收紧的时候一定会带来一个什么前瞻效应。那么标普和我们说 Treasury 的比值现在来到中性，那往往货币政策在严重收紧的时候，标普和咱们说国债的比值会跟着它走。那么这代表就是说是否代表就是说标普就要大跌呢？那不一定，因为有的时候是这样，比如说国债可以涨，那这样标普呢跌的不多，那么它其实这个值也是下降的。那么如果是国债和标普呢，就国债涨得多，然后标普跌得多，然后这些东西它就会变成数字就下得更快一些，对吧？然后呢，这就是一个我们说美债和美元来说，我们从美债的角度来说，我们之前分享的 PCE， 对啊，对 PCE 来说呢，美债就是一个利多。那美债是这样，如果美国经济特别好，那么它就不需要再加息，对吧？你经济特别好的话，也不能说不需要再加息，就说你经济比我好，然后通胀又下来了，那么这个好软着陆，那软着陆的话，你也不需要玩命加息，那么大家对于这个利息的这个期待就降低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它的长端利率的变化就不会那么大。那么经济好是利率增加，但是不用再加息的话，通胀下来的话，它也不会在这个影响非常大，所以它就是一个小幅波动。那如果我们出现了一个衰退的话，那对经济的前景不好，那么长期的债就会受很大影响，就会收益率，注意是 coupon， 就那个收益率也叫 yield， 它会跌，那么整个呢，你比如说 TLT 就会大涨。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对于国债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投资产品，对吧？那么这样的话，如果我们说 monetary policy， 就是市场中的这个市场的货币的政策或者环境在趋紧的过程中，那么对国债是利多的。那么你可以做一个债股的一个配比的话，那应该是多债少股嘛，这是我们看美元美债的这个走法。所以对于我们来说，还是那句话，就是美债的这个走势会变得非常的什么呢？非常的一个相对来美股来说就更容易做。那另外我看到了一个非常看牛的，就是我之前在跟大家分享过 sentiment trader 里面，就是我们市场的情绪非常的黑，或者说非常的悲观非常悲观，就是说都是大黑脸，大家全都是一通那个悲观非常惨的时候，第一个季度反而弹了特别大的一个涨幅，但第一个季度弹特别大的涨幅的情况下，在市场中几乎没有任何一年是在 fourth quarter rate 上超过 7% 的时候，市场出现的是负收益，全部都是非常大的正收益，而且它平均收益在 24%， 那意味着这是一个低点。所以这是从统计上来看，那么市场上是在怀疑之中非常明确的，这是一个什么呢？这是一个看多的一个地方。好，那么再看两个其他的分析，那我就会给大家讲我的一个结论了大家能听到这儿也不容易这么多的数据，然后我在这叨的。好，我们来看第一个，就是我跟大家讲的，就是 VIX 和 MOO 的一个 ratio， 它的一个变化就是什么呢？就是国债的波动率远超于这个股指的这个波动率的时候，那么非常这个后面的走势可以说是一个偏空，中性偏弱了。
大家知道这个成功率百分 positive 大约在12位才50%，那么整体上来说，这是一个顶部的这么一个信号。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个对于我们市场来说，这是一个偏负面的，这偏负面。那我们再看的话，非常非常少的股票，大家看到我们第一页的话，还记得话，就是我们整个市场这一轮的大的反弹，全部靠大型科技股的一个拉动。那么叫 smaller number of stocks are outperforming SP500 的话，你可以看到，这也是我们说的宽度弱的一个特点。那么这个特点，大家看没任何低点的时候所定，比如说这个低点是00年的低点。它其实对应的都不是一个底部，就是这不是一个底部的样子，它对应的是一个顶部的样子顶部全部都在大顶部。那如果我们这么看的话，我们说市场上在现在这个环境下，其实你这两个图加在一起的话，那就是一个大熊了，对吧？所以我们看了大熊，也看了大牛，那我该是如何去理解和感知我们后面的市场呢？那我将这个结论，我自己的思考和结论在这里分享给大家。那么这个结论就是说什么呢？就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当下市场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我们整个美股市场就像一个破了的房子。我们都知道龙卷风要来的时候，我们就有两种看法，一种是这个房子呢，就是龙卷风过后它还能扛，就是这是有一种可能，它还能扛。那么如果扛过了这期龙卷风的话，我们还有时间对它修补对它修缮有时间，用时间来什么呢？来弥补空间上的一个变化。那么这就是我们看牛的一个逻辑，就是如果龙卷风，我们都预期龙卷风可能要来，但我们又不知道龙卷风具体在什么时候来。我们的一个房子现在已经非常的脆弱了，那我们就等待这个房子呢就能扛过，希望它能扛过这一波，然后我们这个房子还会越盖越好。那么另外一个看熊的观点呢，其实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大家认为龙卷风来了之后，这一次那就抵挡不住了，抵挡不住的话，这房子就塌了。那现在的话，我们距离房子塌和房子破和房子塌是本质不同。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大熊的观点呀是非常的一个明确的。所以我们看到，不管是大牛还是大熊，这个市场上其实都是有非常健壮的一个逻辑。那么对于我来说的话，如果现在我告诉你有一个房子，它现在破烂烂的然后呢，它龙卷风要来了，你去住不住？就是特别简单，你去住不住？对于我来说，我不住。比如说，我不去赌龙卷风来，这房子绝对没事儿，它不可能是绝对没事儿。但凡有事儿，我就不参加呗。所以说，这就是市场上我们说为什么我们长此以往，散户特别容易亏钱的，就是因为你不太去想这个房子塌不塌，反正你想的就是房子如果过后他开了个小吃铺，如果你在里面住，或者说他在里面装修，你占有了一个很便宜的房子，你可以在后面可以获得非常多的财富，而没有去想万一房子塌了该怎么办。我在后面给大家看两个历史上不同时期的走势，大家来感受一下房子塌和房子不塌到底该怎么办。好，我们来看这个，大家看2008年的时候是典型的这个房子塌，它是一个，大家看这个位置其实跟我们现在弹起来这儿是非常非常像的，对不对？非常非常像。有朋友说这黑的看不清楚，这黑底又看不清楚，这个我白底其实我也看不太清楚，所以你就听我讲吧。就是说你这个反弹上来之后形成了一个 higher line， 其实是很厉害的。这里其实也是一个横盘，那么实质上呢，这是一个弱势，但是它也是跌了好长时间。大家看07年的10月份，就我们这个地方其实也是1、2、3、4、5，对吧？也是6段7段。你真正在这段的时候，你其实跟现在其实是很像。其实它在这个段是可以向上走的。如果当时房子没塌，我给大家讲当时故事，贝尔斯通如果要他出问题以后，那美联储就是救了他，提供了很多流动性那后来为什么就是又跌了一下，直接就crash了？那是因为后面再出问题的时候，他们不救了。为什么他们不救？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他们不救？是因为像雷曼如果本来就是特别糙，对吧？做那么烂，然后呢，他有那么多的债，如果这个时候他再去救，美联储就要去释放巨大的流动性。我知道很多朋友已经看到了，当下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是巨大的一个增加。你可以把它当做 QE， 你也可以把它当做流动性的增加，反正它流动性增加了，其实是不是 QE 那咱们再谈。但是你要知道，就一个硅谷这个小破银行，
为了防止它的危机，你就要增加了整个这1年多的一个 QT 或者说通货紧缩，就是或者我们说货币紧缩政策的这个功劳就基本上都被你吃光了。那如果真的来个大雷的话，你真的你敢吗？有人说那有什么不敢，那就印钱呗。大家注意，我们刚才说了，爷爷、爸爸、儿子3个，分别是美元、美股和美债。如果美元这个地位受到了巨大的挑战，当然很多朋友也会不同意了。现在你说人民币对它有没有挑战？其实有挑战。当年欧元出来的时候，对美元挑战也很大，想尽办法就给欧元搞一残废，对吧？那现在也得想尽办法给人民币搞残废。其实就说不断的美元都是有被挑战的，你只是看能不能把对方搞残废。但如果你现在看到的是我遇到了一个危机，如果我要去救，我会把美元搞残废。那如果在美元、美债和美股之间去选择，那一言而决然，想都不用想，直接抛弃美股，跌死你活该。为什么？因为我要保爷爷，我要保爸爸，我不因为爷爷保住了，爸爸就保住了，爸爸保住不，儿子扔不扔去呢？但是在这个市场中，那你只能抛弃一个的话，那只能把这个小的扔了。这就是市场中的一个这个逻辑，你要保美元，那就是这么做，所以就看后面有没有龙卷风，有没有雷。如果房子真塌了，它绝对不在里面顶，就让它塌，那就只能让它塌。所以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个风险，它不是说我很多朋友会觉得说，好像这个东西美联储释放流动性是非常看牛的一个状态，反而我看到的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表象。因为什么？因为你这么一个，咱们说这危机跟2008比的这没法比的情况下，你竟然还要运这么多钱去应对，那么这个流动性的危机，但凡有点大事儿，这房子就塌了。所以说，那你这个东西就是没有人会给你，没有人会真的是帮你的，或者是怎么样的，那必须要保美元的绝对的这个权威。那么这是08年房子塌了，那我们给大家找一个没塌的啊，没塌。那也可以说，大家注意，有人说这个地方，这个是不是特别像？这个也特别像，就是01年的就是01年正好是2次回拉嘛，它没上去，它下来，为什么？当时有一个安能造假，就是00年到03年是连续出现了非常多的问题，一会儿有911把光又来一下，然后一会儿有安能造假把光又来一下，所以它不断的给你一下一下往下打。这个00年到03年的熊市其实也构建了一个比较大的这么一个，咱们说其实它是一个大震荡的一个走势，它构建了一个大震荡的走势。这样的话相当于走出了 ABC 之后，其实你从长远来看对美股其实非常好，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大震荡的这么一个走势。那我们再往前看，我给大家找一个比如说你现在找我们这样找一个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有朋友说，那你可以去对比一下哪些更类似呢？这些时间又都不够，像90年的这些时间都不够。其实找到了一个，或者说我们看这个也不对，就是我们80年的这个也是类似于一个经济上，它只有一年多，它这直接弹上去了，它是一个它当时是一个解决了一个问题解决了当时的一个问题。那我们现在来看，其实跟它比较类似的话，是在我看1940几年40几年的时候，当时那个当时这个二战之前的这个危机，大家是这样，它是通过什么呢？这个底幕大家可以像什么呢？就这个地方，当时也是面对非常大的危机，但是国家当时出现了外部的一个咱们说外部的这么一个矛盾和外部的问题，其实最后同仇敌忾。但你看49年就是这个打完仗以后，那最后这个二战结束以后，那整个这个就是欣欣向荣嘛。那之前的话也是出现了大跌，46年出现大跌以后，它其实在这个位置上，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位置上它其实是用了一个什么呢？就是没有大的崩盘，其实大家回到了一个低点，但它这耗的那种46年，然后47年、48年、49年，这是4年的一个震荡，或者说这是用什么时间换空间。我这房子破，然后也来龙卷风，然后呢我就扛不住，但是我们几个人在屋里使劲扛着，堵着门对吧？一漏水了赶紧修或者说我们就是努力，或者说这个确实风还没有那么大，我房子最后被我们几个人耗着它，就是用时间来换这个空间，其实也行。就是我们所面对的，其实有很多朋友可能没有考虑到，我们有没有种可能，就是时间换空间，就是在这儿我就给你震就是涨了一下跌了涨了，我在这给你震荡。那么这个过程中，我们比如说，如果我们的这个熊市底部，大家看这也是一个2、3、4、5、6、7，这个七段式的一个下跌之后，我在这儿给你震，我就来回来去做这个震荡对吧？我就是在4200和3800之间
我就给你震，真要是能在这震到什么2024年以后，其实这个危机就靠时间化解了。因为什么？因为企业的盈利也好啊，不管是银行系统的应对也好，流动性也好，缩也好啊，这放也好啊，这些都会随着时间慢慢的解决。当然了，你也不能否认当下市场或当下世界中，我一直常说的一句话叫蠢货治国啊，大量的都是庸人，就是很少出现这个，就是整个全世界都是这样啊，就是庸人多，不定哪天就是要每天给你整出来的这些都是负面的这么一些事儿。那这是另外再说了。但是从我们的历史的长河上来说，那么有没有可能靠时间去打磨它呢？也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又没时间讲个股了，时间又太久了，那我们再找机会啊给大家讲个股。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是跟大家从宏观的逻辑上进行了一个分享。那么我就希望我能从多个方面我所看到的数据和我的思考啊，给您一些启发和启示啊。那么对于我来说的话，我的应对很简单，就是这个房子塌和不塌，我就不进去住，我尽量做的短，或者说我在房子门口买个小吃的就跑，或者是我直接在另外一个地方，像美债这个房子里去做，我就觉得就心里会更安静一些，或者更安心一些。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就到这里。如果大家有喜欢实时的这种更新的话，您可以来我们 Discord。我们的 Discord 在6月份呢就要进行一轮新的涨价了。那么在之前的话呢，您还可以呢随时就是之后也是随时进出啊。之前呢还能以极低的价格随时进出进来观赏、观摩、观望啊，就是批判也都可以啊。那我们就今天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拜拜。所以说今天呢，我们的视频跟大家就分享到这里。那么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频道呢，请给我们点赞、转发、分享，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留言。我们的 Discord 的链接也在下面，大家可以加入。还有就是如果想对我们的课程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看下面的 Teachable 的链接。那么今天呢，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